來看宛如恆星，故事開始於落魄女主蘇婉，因為無家可歸跑去應聘保姆，結果稀里糊塗的直接面試，當上了首富家新任後媽，這開局比玄幻小說還要離譜。這個奇葩招聘啟事要求極其簡單，只要對孩子有耐心且包吃住就行，簡直是為流落街頭的女主量身定制。這首富招親比菜市場買菜還隨意。首富家的管家大叔也是個狠角色，開口就警告女主別動歪心思，聲明他們家先生條件好的讓人高攀不起，老古董管家永遠是豪門標配。女主聽完连连點頭，表示自己只想混口飯吃，拒絕想入非非，畢竟能有個不睡橋洞的安身之所就已經謝天謝地。這卑微的打工人發言真是讓人心酸。沒想到女主第一天上班就遇到了終極考驗，首富家那個性格孤僻的小少爺居然是個绝世系的抗拒型宝宝，豪门少爺不吃飯這橋段也太老土了吧。其他花枝招展的应聘者全都被小少爺打上了壞女人的標籤，而輪到女主蘇婉出場時，她卻想到了神奇的妙招，自帶主角光環的女人就是不一樣。女主直接掏出奧特曼戰神和雷霆機甲的無敵中二戰術，成功忽悠小少爺為了給機甲充能而乖乖吃下青菜，這哄娃方式簡直是幼稚園級別，甚至連家裡養的寵物金毛都成了女主的工具狗，一人一狗在餐桌上玩起了充滿胜負欲的炫饭角色扮演遊戏，这只狗的演技都能拿奧斯卡了。小少爺為了在飯量上徹底戰勝金毛，竟然破天荒的吃了整整2碗飯，看得旁邊的管家大叔是目瞪口呆，這少爺的智商是被金毛同化了嗎？這一波神級帶娃操作直接把首富老爸給當場看懵了，忍不住懷疑這姑娘以前是不是自己生過一個孩子，首富的智商也跟着掉線了。女主坦白說自己並沒有生過娃，只是在上一段失敗的婚姻裡被前夫全家當成了免費的帶娃牛馬和保姆，這悲慘的過去真是聽者傷心聞者流淚。聽完女主的悲慘遭遇後，首富當即決定和她協議結婚，用一張絕對合規的婚前協議來給兒子找個長期的媽，這霸總的腦回路真是清奇。首富甚至直接開出了每個月10萬零花錢的驚人天價，並保證這筆巨款就算以後離婚了也能由他全額帶走，這合同我閉着眼睛都能簽10份。女主面對這種霸總合同，自然是當场答應，並爽快地表示自己絕對不會有任何非分之想，誰會和錢過不去呢？這回答很真實。婚後的兩人的生活可謂是互不打擾的典楊，女主繼續在2樓當合格後媽，首富則自己在3樓清心寡欲，這同居生活過得比和尚還清湯寡水。為了讓家庭關係在外人看起來更加逼真，首富先生還特意送給女主一枚閃瞎狗眼的超大鴿子蛋婚戒，這鴿子蛋大的能砸死人了吧。懂事的小少爺在睡覺前主動要求女主給自己講故事，甚至還大方地表示要讓爸爸給女主加工資，這小少爺簡直就是女主的最佳神助攻。看着兒子在女主的陪伴下竟然能安然入睡，財大氣粗的首富反手又給女主每個月加了5萬塊的生活費，這首富的錢是大風刮來的嗎？女主拿着這15萬的月薪感到受之有愧，畢竟她在前夫林家當牛做馬3年，連個廉價旅館的房費都付不起，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啊。懂事的小少爺不僅開始黏着女主不放，甚至在女主生病的時候還會送上自己最喜歡的糖果來安慰她，這溫馨的畫面看得我老淚縱橫。為了照顧女主的感受，小少爺甚至克服了心理障礙，生平第一次主動走出家門，陪着女主一起去醫院看病，這簡直就是醫學奇蹟啊。聽說兒子竟然願意出門的管家當場老淚縱橫，直呼蒼天有眼保佑陸家，這簡直就是醫學史上的奇蹟。管家這誇張的演技可以去演瓊瑤劇了。首富得知消息後也急匆匆地趕到醫院，不僅對女主的付出大加讚賞，甚至還想繼續給女主提高零花錢額度。這首富只會用錢來表達感情嗎？女主連忙擺手拒絕，並表示錢多的根本花不完，轉而提出了一個極其樸素的請求，就是買一輛5萬塊的二手車。這女主也太樸素了吧，5萬塊買自行車嗎？首富聽完差點被女主的樸實無華給逗笑了，直接大方的讓女主去自家豪車如雲的車庫裡隨便挑一輛開，有錢人的世界我們真的不懂。女主看着那些起步200萬以上的豪車，連忙拒絕，生怕自己一個油門下去刮花了，直接把自己賣了都賠不起，這才是正常人的心理反應。出院後的女主帶着小少爺在街上開開心心買菜，卻在路過河邊時撞見了倒人胃口的前夫林子謙。這陰魂不散的前夫終於要出場作妖了。這個前夫一見面就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說教姿態，指責女主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跑去當保姆是在丟林家的臉，這男人的臉皮比城牆還厚，甚至還厚顏無恥地表示只要女主肯向林家低頭認錯，他就可以大發慈悲地考慮和女主復婚。是誰給你的勇氣說出這種話的梁靜茹嗎？女主當場冷笑一聲，表示
自己就算要飯也不會回頭。這個渣男卻依然盲目自信地覺得女主只是在鬧脾氣，渣男的譜性真是讓人窒息。借着前夫的惡毒，大姑姐又打來電話對女主百般羞辱，甚至當着孩子的面嘲諷女主自甘下賤跑去伺候人，這大姑姐的嘴臉簡直比毒蛇還毒。女主被這群極品前任氣得忍不住流下了委屈的眼淚，懂事的小少爺則溫柔地用紙巾幫女主擦乾淚水，小少爺這暖男舉動簡直太戳心了。回到家後，首富察覺到了女主情緒低落，在得知林家的事情後，暗中決定要為自家的合同妻子討回公道。霸道總裁護妻狂魔要上線了，剛好首富明晚需要參加一個高端商業宴會，於是他以支付出場費為由，邀請女主作為自己的女伴一同出席，這出場費肯定又是天價。女主由於之前被前夫一家長期貶低，從而缺乏自信，生怕自己沒有見過世面的樣子會給首富臉上抹黑，這該死的自卑感看着真讓人心疼。旁邊的管家大叔聽完直接奉上了全場最霸氣的金句，表示只要有首富在的地方，首富本人就是社交禮儀，這句話簡直太燃了。到了宴會當天，女主一襲盛裝驚豔亮相，小少爺在旁邊瘋狂吹捧，表示自己的便宜老媽簡直是全場最美，這母子倆的互動太有愛了。面對旁人打聽女主身份時，首富沒有絲毫避諱，當众非常自然且霸道地向所有人介紹，這就是我的太太蘇婉，這宣示主權的方式太霸氣了。這一波操作直接給足了女主安全感，首富更是深情表態，只有無能的男人才會覺得帶自己的妻子出門丟臉，這番話直接打臉渣男前夫。就在女主去拿飲料的空檔，那個陰魂不散的前夫又湊了上來，依舊是一副救世主的樣子，勸說女主趕緊復婚。這渣男怎麼陰魂不散啊，真煩人，甚至還自作多情的聲稱離婚只是為了懲罰女主，勸女主懂事一點，別耽誤他待會兒和商業大佬談合作。這麼一樣的自信，真是讓人笑掉大牙。結果這個前夫口中所謂的商業大佬，不是別人正是首富。首富端着酒杯走過來時，前夫的態度瞬間變得像個孫子，這變臉速度堪比翻書。首富故意拉着女主的手，當面詢問她的意見，問女主他們陸氏集團應不應該給這個所謂的林家一個合作機會。這招借刀殺人玩得真溜。前夫林自謙見狀，不僅沒有認清局勢，反而繼續作死，當眾造謠抹黑女主，說她只是個妄圖復婚的落魄家庭主婦。這渣男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啊。首富直接冷笑一聲，當場戳穿了前夫的虛偽面具，表示既然我太太沒有看上你們公司，那麼合作就此作廢。霸氣护妻的場面太爽了。徹底蒙圈的前夫林自謙從旁人口中得知真相後如遭雷擊，這才意識到女主早已成了自己高攀不起的陸太太，這臉打得啪啪響。那些見風使舵的豪門貴婦們見狀也紛紛圍了上來，一個個爭先恐後的向女主大獻殷勤，想要套近乎。這群牆頭草真是現實的可怕。首富先生則像個護妻狂魔一樣，全程守護在女主身邊，用實際行動幫她擋住了所有不必要的應酬和騷擾，這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侶啊！女主這波手撕渣男的逆襲爽局，看得讓人大呼過癮，而這一切僅僅是她成為首富夫人幸福人生的剛剛開始，期待後續的甜蜜撒糖劇情。歡迎訂閱，下集更精彩哦！